人到晚年有3种苦，吃药治不好，旅游散不了，儿女也帮不了。第一种，夜里睁着眼睛到天亮，脑子里像放电影。第二种，一点小事就胡思乱想，越想越钻牛角尖。第三种，明明什么都没干，却累得浑身没劲。这3种苦，病根只有一个，心不定，而能根治它的，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禅定。你不要一听禅定2个字，就觉得这是出家人的事，觉得自己一辈子在红尘里打滚，这东西跟我没关系。我告诉你们，禅定这个东西，不管你信不信佛，修不修行，只要你是个人，只要你还喘住气，你就用得上。为什么这样讲？你们想想看，你活了大半辈子，苦了一辈子，现在好不容易退休了，儿女也成家了，表面上看起来你是停下来了，可是你真停下来了吗？没有啊，你身体这里痛那里酸，这还是皮肉之苦，吃点苦头也就算了，最苦的是什么？晚上翻来覆去睡不好，脑子里面装满了事情，儿子怎么还不结婚啊？孙子的成绩怎么又掉了？自己上个月体检那个指标偏高了一点，会不会得大病啊？老伴最近脾气越来越大，讲2句就吵，你有没有哪一刻脑子是真正空下来的？没有。一天12个时辰，你醒住的时候脑子在转，睡住了做梦脑子还在转，这叫什么？这在佛法里头就叫妄念，这就是业力牵引。你累不累？你当然累呀，可是你不知道怎么让它停下来，对不对？吃药不管用，出去旅游散散心回来照样想，找人聊天，聊完了夜里还是翻来覆去，你是真苦啊！苦在哪里？苦在你这颗心一刻都不肯安静。我告诉你们，老祖宗几千年前的大智慧，早就把这个病根看透了，药方也给你开好了。佛法讲得很清楚，由戒生定，由定生慧，这个道理很简单。定就是枢纽，就是地基，没有禅定，你到不了智慧那一关。你别看你平时好事做了一箩筐，也懂得不杀生，不偷盗，受了不少委屈也忍了。如果最后这颗心定不下来，最后一关你过不去，一切等于白忙活。你们要晓得，命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命由心造，运由心转。你一天到晚心里头乱糟糟的，全是烦恼、抱怨、担忧，这就是在散发浊气。家里的风水怎么会好？你一开口就是怨气，一做事就是急躁，这就是在造恶业。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的，你种下这个乱的因，结出来的果就是身体生病，家庭不和，诸事不顺。所以打坐修禅定不光是为了让你舒坦一点，它是在从根子上帮你改命。人这一辈子啊，最缺的不是钱，不是运气，不是儿女孝不孝顺，是你这颗心能不能定得下来。心定不了，什么好话你都听不进去，心定不了，再大的福报来了你也接不住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乱啊，你慌啊，你在那里东想西想，好东西从你手边过去你都抓不住。你们回头看看自己这一生，是不是很多事情都坏在一个乱字上面？做决定的时候心乱了，说话的时候心急了，对人的时候托二恨心上头了，根子上就是心定不下来，被外面的因缘境界牵住鼻子走，这就是凡夫，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。你一旦把心停下来，安静了，清净了，善的因缘自然就聚拢过来了，这叫心平气和，千祥云集。可是话说回来，禅定这件事情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嘛，不就是坐在那里不动吗？闭上眼睛什么都不想吗？
我跟你讲，天底下最简单的事情，往往就是最难的事情。所以今天咱们不讲虚的，不讲那些文绉绉的空话，我就用最老实的大白话，把禅定这件事情从头到尾给你们讲一遍。你到底为什么坐不住？怎么选入门的路？身体气机会出现什么反应？哪些是拔除业障的好事？哪些要当心？做完了怎么收工？我一样一样给你们讲清楚，你们听明白了，照住去做，日子就会慢慢不一样。你这颗心啊，才能真正找到归宿。可是你回去真找个地方坐下来，闭上眼睛试试看，你计算一下，你能撑几秒钟？我告诉你们，绝大多数人撑不过3秒。不信你今天晚上就去试，你刚闭上眼睛，心里跟自己说，好了，我现在开始打坐，我什么都不想了，话音还没落呢，下一个念头就蹦出来了，哎呀，明天早上吃什么？上次体检那个血压药好像快吃完了，得去医院开一盒。女儿上个月打电话的语气好像不太对，是不是两口子吵架了？你越想静，他越不静，你越告诉自己别想了，他偏偏想得更起劲。你们要晓得，很多人就是在这一步被打败了，做了2天3天，腰酸腿疼不说，脑子里简直像开了一锅滚水，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外翻，最后跟朋友说，我不行的，我这人天生心太乱，定不下来，我不是那块料，然后就放弃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根本不是你不是那块料，天底下没有定不下来的心，只有你不认识的业力习气。你心里头啊住了几个捣蛋鬼，天天在里面闹，你不认识他们，他们就把你耍得团团转。你一旦看清了他们是谁，把他们的底细摸透了，他们的威力马上就去掉一大半。哪几个捣蛋鬼呢？这都是我们几十年造下来的业，我一个一个给你们点出来。头一个就是你一坐下来就犯困，佛法讲得很清楚，这叫昏沉。你眼睛一闭，头一低，人就迷迷糊糊了，不是真睡着，也不是真醒住，稀里糊涂在那里晃。你以为自己在入定，其实你是在打盹。这个东西最狡猾，因为你自己都分不清楚。我跟你讲，有些人做了好几年，其实就是睡了好几年，每天在那里消耗自己的精气神，自己还觉得功夫不错。你说冤枉不冤枉？这就是业障重，气机不通，脑袋里缺气，一静下来就发昏。第二个捣蛋鬼叫做翻旧账，这在修行里叫掉局，就是心思到处乱跑，而且专门跑去想那些过去的事。你坐在那里好端端的，忽然就想起30年前谁欠了你200块钱没还，年轻时候做了什么蠢事，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，越想越后悔，越想越难受，恨不得扇自己2巴掌。你坐了半个小时，等于在里头自己跟自己吵了半个小时架，比去菜市场买菜还累。有的老人家一辈子的遗憾啊、委屈啊，全在这个时候翻出来了，做一次伤心一次。你看，不是打坐让你难过，是你心里积了几十年的旧账没有清，业力一翻动全跑出来了。第三个是怨气，也就是干恨心。你别看有些人平时笑嘻嘻的跟邻居打招呼可客气了，可是他一坐下来什么都不想的时候，心底最先冒出来的东西往往就是气。对谁有气？对老伴有气，一起过了几十年，他怎么就不理解我？对儿女有气，我这辈子把心肝都掏给了你们，你们怎么就这么不领情？甚至对老天爷有气，我又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坏事，怎么老了身子骨这么差，日子过成这样？
这些怨啊、恨啊、不甘心啊，平时你忙住带孙子，忙住做饭，你不觉得现在一静下来全翻上来了？你想想看，心里装住这么多火药，整个人像个炸药包一样，你怎么定得下来？第四个捣蛋鬼是疑心，就是怀疑。怀疑什么呢？一上来先怀疑自己，我到底行不行啊？我是不是太笨了？人家老李怎么坐得住，我就坐不住。接住怀疑方法，这个东西靠谱吗？会不会越做越出毛病？会不会走火入魔？这个疑心一起来，你坐在那里浑身不自在，怎么做怎么别扭，连腿怎么摆都觉得不对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你心里头没有底，脚下就踩不实，这颗心永远悬在半空中，怎么可能入定？还有最后一个最普遍也是最要命的，就是心里惦记的东西太多，两个字，牵挂。什么都放不下，钱放不下，房子放不下，儿孙放不下，面子放不下，过去的风光放不下，将来的担忧也放不下。你带住一身的放不下，往那里一坐，就好比一个人背住100斤的石头，说要轻装上阵去跑步，你跑得动吗？当然跑不动啊。这就是执念，是你自己用绳子把自己捆得死死的。这几样东西啊，就是你心里的拦路虎，你们要晓得，你不要小看他们，不是只有你有，你就是去庙里问问那些修行了几十年的老和尚，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一样被这些东西困扰。这是人性的通病，是咱们生生世世带来的业力。那怎么办？去打他们吗？去压他们吗？错了，你越压他，他反弹的越厉害。你告诉自己，我绝对不能生气，我绝对不能想，这本身就是一个更强大的妄念。我再给你们打个比方，这颗心啊，就像一杯浑浊的水，平时你天天拿住根棍子在里面搅和，搅来搅去，泥沙全翻在上面，你什么都看不见。现在你刚把杯子放下，水还在晃，泥沙还没沉底，你就急住喊，怎么还不清啊？你说好笑不好笑？你得给他时间，让他自己慢慢沉淀。你心里那些旧账怨气牵挂，就是水里的泥沙。你坐在那里看住泥沙慢慢往下沉，不要伸手去捞，你一捞水又浑了。所以我告诉你们一个秘诀，下次你再坐下来，脑子里一开始闹腾，你不要慌，你就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，像个旁观者一样看住他。你在心里头说，哦，这是犯困了，昏沉来了，哦，这是在翻30年前的旧账了，哦，这是对老伴的怨气又上来了。你认出他，你不去跟住他跑，也不去赶他走，他闹一阵子觉得没意思，自己就散了。这就是降服心魔的头一步，你不去理他，这就是最大的智慧。这几个捣蛋鬼，他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妖魔鬼怪，他们都是你的老熟人，你每天都在跟他们打交道，只是你以前从来没有停下来好好看他们一眼而已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认识他们了，先把这一步走踏实了，不纠缠不害怕，这颗心就开始慢慢往回收了。你不要急于求成，觉得做了一天就得像佛菩萨一样放光动地，没有那回事。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家，能把心里这些怨气牵挂看清楚，能不去跟住他们发脾气，不去失眠，这已经是了不得的功夫了。你的命运就是从你看清这些念头的这一刻起开始发生改变的。可是你把心里头那几个捣蛋鬼认清楚了，不去理他们，这颗心就慢慢开始听话了。接下来
你就要找一条路，真正踏踏实实的走进去。很多人一到这步就开始犯迷糊，你去市面上看看，教人打坐的书啊，讲修行的法门啊，成百上千，花里胡哨的。今天有人跟你说这个功法好，明天有人跟你说那个秘诀快，把你搞得晕头转向。我告诉你们，千万不要被这些表面文章骗了。老祖宗传下来最老实最稳妥的，归根结底就2条路，你把这2条路摸透了，一辈子都受用不尽。第一条路叫做观想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道理很简单，你坐下来以后，眼睛微微闭上，或者半睁半闭，留一线光，把你所有的注意力全都收回来，死死盯在一个东西上，什么东西都可以，一朵花，一个光点，一尊菩萨像，或者就是你自己的呼吸。你的心就像一只到处乱飞的猴子，现在你给它找了一根柱子，把它拴在上面。刚开始这猴子肯定还要挣扎，还要跑，你的念头跑了，没关系，你发现了就轻轻把它拉回来，重新看住那个呼吸，或者看住那个光点，跑了再拉，拉了再跑，你别烦。这就是修行，慢慢的这只猴子累了，老实了，有一天你忽然发现，好像有那么几分钟我什么都没想，心就定在这个东西上了，这就叫入门了。第2条路叫做持名念佛，这个办法对老人家特别管用。你不是心乱吗？你不是妄念多吗？好，你就在嘴里或者在心里不停地念一句佛号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一句接一句，中间不要断。佛法讲得很清楚，这叫以一念代万念。你的脑子里本来有10000个乱七八糟的念头在吵架，现在你不管他们了，你就用这句佛号把大门堵死，外面那些旧账啊、烦恼啊、担忧啊、找不到缝隙钻进来。你念住，全身心都化成这句佛号了，心自然就沉下去了。这2条路哪条更好？很多人喜欢问这个问题，我告诉你们，这问题本身就问错了。天底下的法门没有高下之分，只有哪一个更对你的脾胃。有的人闭上眼睛，脑子里容易出画面，观想就比较顺手；有的人心里太乱，非得嘴里念点什么才能抓住注意力，那就去念佛。你自己去试几天你就知道了。但是这里头有一个天大的忌讳，你们要晓得，最怕的就是你2条路都想走，甚至什么路都想试。今天听张三说观想，好，你就去观想；明天听李四说念佛灵，你又跑去念佛；后天有人跟你说数呼吸才是正道，你又换了。你这叫什么？你这叫狗熊掰棒子，掰一个丢一个。你想想看，这就好比你要挖井找水，你在这个地方挖了3尺没见水，你说不行，这地方没水，换个地方又挖3尺又没见水，你挖了一辈子，地上全是坑，你一滴水都喝不到。你为什么不找准一个地方死死地往下挖，挖10尺20尺100尺，地下水哗的一下就冒出来了。修行打坐一模一样的道理，选定了一个法门，就老老实实死心塌地练下去，这才叫真功夫。好了，方法教给你们了，可是接下来我要讲的比方法还要重要10000倍。你们要晓得，方法再好，它只是一个工具，就像一把刀，它能切菜也能伤人。真正决定你能不能入定的是你脑子里的心法。什么叫心法？就是你对这件事的根本见地。现在很多人功夫没下多少，脾气倒长了不少，打坐了几天，觉得自己了不起了，看谁都不顺眼，觉得老伴是凡夫俗子，觉得儿女不懂事，
整天神神叨叨的，这就是心法走偏了。向外求法，我给你们讲一个1500多年前的真实故事，你们听懂了，这辈子的修行就不会走弯路。当年禅宗初祖达摩祖师在嵩山少林寺的面壁洞里打坐，有一个大学问家叫神光，这个神光不得了，读了无数的书，也修了很多年的行，可是他有一个最痛苦的问题解决不了，就是心不安，他心里头烦躁焦虑，七上八下，找不到依靠。他听说达摩祖师在那里，就跑去求教。那天下住鹅毛大雪，达摩祖师在洞里闭住眼睛坐住，理都不理他。神光就在雪地里站住，雪越下越大，把他的膝盖都埋住了。为了求这个安心的法门，神光最后抽出刀来，一刀把自己的左臂砍了下来，放在达摩祖师面前。达摩祖师这才睁开眼睛，问他：你受这么大的苦，到底要求什么？神光哭住说：师父，我的心太不安了，求师父替我安心。你们猜达摩祖师怎么回答？他没有教神光观想，也没有教他念佛，他伸出一只手，说了9个字：将心来，与汝安。你把那颗不安的心拿出来，交给我，我替你安。神光一下子愣住了，对啊，我的心在哪里？他往自己脑子里找，往胸口里找，翻遍了全身，那些烦恼，那些恐惧，那些不安，刚才还闹得天翻地覆，现在真要去找他，连个影子都找不到，他根本就是空的，是虚幻的业力妄念啊。神光找了半天，老老实实的回答了一句：密心了不可得。师父，我找不住我的心。达摩祖师淡淡的说了一句：与汝安心静，我已经替你把心安好了。就这一句话，神光当下大彻大悟。这就是后来的禅宗二祖慧可大师。诸位啊，你们好好品一品这个公案。我们一天到晚说自己心烦心乱，睡不住觉，到处跑寺庙，到处拜师父，求保佑，求秘诀，这全是在向外找。你总觉得外面有一个什么神奇的法门能救你，总觉得别人能塞给你一个定。我告诉你们，全错了。你静下心来往里头找找看，那个让你生气的，让你害怕的，让你焦虑的东西到底长什么样，它在哪里？你根本找不到。既然找不到，说明它本来就没有根，本来无一物，是你自己天天在那里瞎琢磨，自己吓自己，自己捆自己。所以什么是最高的心法？心安即是定高，你不向外求，不跟自己的妄念较劲，老老实实守住当下。这一个方法，不论是念佛还是观想，平平静静的坐下去，你不去找烦恼，烦恼本来就是空的，你把这个道理悟透了，你坐下来的那一刻，天地就是清净的，你这颗心当下就是安稳的。既然你把这个道理听明白了，肯老老实实坐下来，不再往外头瞎找了，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我告诉你们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你们很多人刚开始打坐，心里头都有个小算盘，我这么天天苦熬住盘腿，到底能换来什么好处？能不能让我多活几年？能不能让我这老寒腿高血压好一点？你们要晓得，人到了晚年最怕的就是生病，今天腰酸，明天腿疼，后天一查血糖又高了，3天2头往医院跑，大把大把的药当饭吃。可是你吃来吃去，病根拔掉了吗？没有啊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那个病根在哪里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你这几十年的一生病，绝大部分根本就不是身体自己生出来的，是你那颗心给憋出来造出来的。你看你这大半辈子为了儿女操碎了心，
为了赚钱养家，吃尽了苦头，受了委屈，你得憋住，跟老伴吵架了，你生闷气，担心孙子考不上好学校，你整宿睡不住，你以为这些事过去就算了吗？没有，这些怨气、闷气、焦虑、恐惧全都一笔一笔记在你的五脏六腑里头了。老祖宗早就把这个事看透了，告诉我们：怒气伤肝，过喜伤心，思虑伤脾，忧愁伤肺，恐惧伤肾。你想想看，你天天在那里发愁、生气、担心，你的五脏六腑就像是被放在火上烤，放在油里煎，他们跟助你操劳了60-70年，日夜不停地替你扛住这些毒素和压力，你什么时候让他们好好歇过一天？连你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脑子里还在做噩梦，还在跟人吵架，你的五脏六腑还得跟助你一块紧张，你说这身体能不垮吗？佛法讲得很清楚，身心是不二的，你的心里头打结了，身体的气脉就一定跟住打结，心里头乱成一锅粥，身体里的气血就到处乱撞，那怎么办呢？吃人参，吃燕窝，花几千块钱买保健品，我告诉你们都没用，那些东西是从外面补进去的，你里面的底子是个漏的，装满了垃圾，好东西倒进去也兜不住。真正能救你的，能把你这个千疮百孔的身体修补好的，是你自己身体里自带的无上大药真气。什么叫真气？这不是什么玄理玄乎的东西，你们去看看，刚生下来的小宝宝一天到晚要睡10几个小时，你别看他好像什么都不懂，他的身体正在大量的吸收天地之间的生机，用这股气去长身体。小孩子为什么气这么足？因为他心里头干净。可是我们大人呢，我们活了大半辈子，脑子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执念，你的心就像一个被水泥封死的铁桶，天地之间那股能养命的生机之气想进都进不来，你天天在消耗自己原来的底子，只出不进，这叫油尽灯枯。你怎么可能不老？怎么可能不生病？黄帝内经里面有16个字，那真是价值连城，你把它听懂了，这辈子受用无穷。那16个字：恬淡虚无，真气从之，精神内守，病安从来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恬淡就是把你的那些七情六欲，那些强烈的得失心看淡一点。虚无就是把心里头那些乱七八糟的妄念清空。你只要能做到这一步，把心放平稳了，真气从之，天地间那股生机勃勃的真气自然而然就来找你了，它就顺住你的呼吸灌进你的身体里，来帮你修补了精神内守，就是把你看外头的眼睛，听外头是非的耳朵全都收回来，守在自己身上。你不要再去管别人家儿子赚多少钱，也不要管那个亲戚又说了你什么闲话，你把精神收回来守住，你自己的防御系统就强大了，病安从来，外面的邪气病菌哪里还能找得上你？打坐修禅定就是让你实实在在的做到这16个字。当你按照我前面教的方法，不管是念佛号还是观想，老老实实做下去，心里头不跟妄念打架了，安静下来了，这时候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，你的呼吸会自己慢慢变得深长均匀，不再像平时那样急促了，你紧绷了几十年的神经终于松开了。这一松开，你身体里的气血就像是找到了出路的河水，开始自动运转起来，它会自己跑到你肝脏里，把你生气留下来的淤血化掉，跑到你胃里，把你几十年吃出来的
寒气赶走，这不是你用意念去指挥它的，这是生命的本能。只要你这颗心不捣乱不添乱，身体自己就是最好的神医。你们要晓得，你坐在那里表面上一动不动，其实身体里面正在进行一场翻天覆地的大扫除，气机一发动，把你积累了几十年的老障病根一点一点的往外排，这个效果比你吃几万块钱的补药都要强上100倍，因为它补的是根本，是生命的源头。所以你不要觉得打坐浪费时间，也不要觉得这是什么封建迷信，这是一门实实在在的生命科学。你只要肯坐下来，把你那颗操碎了的心暂时放一放，给你的五脏六腑放个假，让天地间的真气进来，替你清理清理。你坚持做下去，要不了多久，你自己都会吓一跳，怎么睡眠好了，怎么脾气不急了，怎么走起路来脚底下有根了。这就是老祖宗大智慧的厉害，不花你1分钱，不用你出门求人，这副能救命能改命的大药就藏在你自己的身心里头，只要你能静得下来，它就是你的。可是我话得说在前面，当这个真气开始在你身体里干活，开始替你大扫除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非常奇怪的反应，有的反应舒服的让你不想起来，有的反应却会痛的让你以为自己得了绝症，吓得你拔腿就跑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遇到这些情况你该怎么办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懂的人一碰到这些反应，不是高兴的发狂，就是吓得半死，最后自己把自己给毁了。所以这一步你们一定要竖起耳朵听明白，气机一旦发动，你的身心必然要经过几重考验，这是因果业力在肉身上翻腾的必经之路。头一个反应刚做下去没几天，有一天你忽然觉得，哎呀，这身体怎么轻飘飘的，好像没有重量了。有的人觉得自己变得好大，大的把整个屋子都撑满了，有的人觉得自己变得像芝麻粒那么小，还有的觉得自己整个人浮在半空中飘飘欲仙。佛法讲得很清楚，这个现象叫轻安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你心里的妄念少了，身上的浊气开始往下沉，清气开始往上升了，这是好现象。可是你碰到这个情况，心里要有数，既不要去贪恋它，也不要去害怕它。有的人一高兴，哎呦，我修出神通了，我会飞了，你心一激动，贪念一起，这股气啪的一下就散了，境界全没了。你只要冷眼旁观，随它去，这就对了。再往深里走，第二个反应就来了，你会觉得无比的舒服，那种从骨髓里透出来的快乐，比你吃了一顿好饭，穿了一件新衣服还要快乐100倍。你坐在那里，腰也不酸了，腿也不疼了，身上暖洋洋的，呼吸细得像春蚕吐丝一样，你简直不想起来。可是等你敲了引磬准备下坐，把盘住的腿一松开，哎呦我的天，脚麻得像有无数根针在扎，腰酸的站都站不起来，浑身哪哪都不对劲，比没打坐之前还要难受。很多人在这一步就退缩了，到处跟人抱怨，这打坐不能练啊，越做病越多，越做越难受。你们要晓得这个道理很简单，你在坐上的时候心清净了，进入了初禅的边缘，那个境界里头只有乐受，没有苦受，把你身上的病痛全给盖住了。等你一下坐，心一散乱，回到凡夫的境界，你原来的业力，原来的病根就又显现出来了。所以下坐以后的痛，恰恰证明你刚才
针做进去了，这是真气在帮你把隐藏的病根翻出来，这是在拔毒啊！你怕什么？坚持做上几个月，第3个反应出现了。这个现象最讨人厌，你会忽然觉得身上奇痒无比，就像有成千上万只小蚂蚁在骨头缝里爬，怎么抓都不管用。有的人还会不断的出汗，那个汗不是普通的汗，黏糊糊的，臭的能把人熏倒，衣服上甚至会留下一层黄黄的油垢。你千万别以为自己得了什么怪病，跑去吃药打针，我告诉你们，这是天大的好事，这叫排浊气，是洗髓拔毛的功夫。你想想看，你这大半辈子受了多少风寒，吃了多少不干净的东西，生了多少怨气，那些寒毒、火毒、怨气全都结成了业障，死死地藏在你五脏六腑的最深处。平时你气血弱，根本动不了它们，现在你打坐把真气养足了，这股天地浩然之气就开始往外撵它们了，顺住你的毛孔，顺住你的肠胃往外排。熬过这几天的奇痒和发臭，你再去走走路看看，保证你身轻如燕，脑子清楚的像水洗过一样。最后一个反应最考验人，也最容易让人半途而废，这叫气冲病灶。通俗点说就是痛，而且是剧痛。为了把这件事讲透，我给你们讲2位老先生的故事，都是发生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的实实在在的因果。同一个院子里，一个老陈，一个老李，2个人结伴去学打坐，方法一模一样，每天做的时间也一样。做了大概3个月，老陈的后背开始发冷胀痛，有时候半夜痛醒，连带住胸口也闷得喘不过气。老陈吓坏了，心里那个疑心病和恐惧全冒出来了，完了，走火入魔了。他赶紧把蒲团一扔，死活不做了，跑去医院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，大夫说什么病也没有，可他还是不敢再碰了。逢人就说打坐差点把他一条老命送掉。老李呢，一模一样的反应，后背像被锥子扎一样痛，汗珠子直往下掉，但他心里稳得住。他记得老和尚教过的一句话，痛则不通，痛则不痛，气机发动必冲病灶。老李咬住牙，痛的时候就只管看住那个痛，心里默默念佛，死活不从蒲团上下来。他心想，这是我自己前半生造的业，受的寒，生气积下的毒，现在痛就是在还债，在消业障，就这么死熬硬挺。过了半个月，有一天他在座上忽然听到后背骨节咔嚓一声脆响，紧接住一股暖流从后腰直冲头顶，瞬间所有的痛全没了，无比的舒畅。半年以后，你们再看这2个人，老李红光满面，说话中气十足，以前10多年的老寒腿老胃病全没了，整个人精神的像换了个人。老陈碰到他眼睛都看直了。老李笑住跟老陈说，老陈啊，你当初怕痛跑了，那是你的真气在替你疏通，你这几十年受的寒气呀，你跑了，真气退了，那股寒毒就继续把你死死堵在那里了。老陈听了后悔的直拍大腿，可是气机已经散了，再想重新接上难上加难。所以你们要晓得，打坐时候的痛就是在消你的业障，这辈子的业障不消，你指望住舒舒服服就能把命运给改了。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只要你心法正，不贪求神通，不向外痴求，身体出现任何反应，不管是痒是痛是冷是热，
你都把它当作是过眼云烟，老老实实坐在那里，那股真气自然会把你这个破旧的皮囊修补得干干净净。但是光懂得熬痛还不够，打坐的时候气脉如果真堵在要命的地方，怎么自己化解？万一被人或者声音猛地吓了一跳，惊了魂魄怎么办？做完了以后，下座的收工规矩又是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如果不把这几条保命护道的铁律搞清楚，你前面做的再好也是白搭。打坐修行就像是在你的命宫里头重新升起一盆火，真气一旦发动了，你怎么去护持它？遇到突发状况怎么去化解？做完以后怎么把这股气收拢回肚子里去？老祖宗留下了极其严格的规矩，我不把这些规矩教给你们，让你们自己在那儿瞎摸索，那就是害了你们。今天我把这几条保命护道的铁律明明白白交代清楚，你们必须死死记住。先说第一个，气脉走到半路，死死堵在某个地方过不去了，怎么办？你们要晓得，我们大半辈子造下的业障反映在肉身上，就是气脉的淤堵。最容易堵的地方有3处。第一处是后背，你打坐的时候，如果觉得后背那个命门穴，也就是肚脐正后方发冷，或者连带住两腿冰凉发麻，怎么做都暖和不起来，这个道理很简单，这是你几十年吹冷风，冬天受寒疾留下来的老毛病。第二处是前胸，有的人坐住觉得胸口闷得发慌，像压了一块1000斤重的大石头，连气都喘不过来。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你这辈子生闷气，操心儿女，忧愁焦虑结下来的怨气，全卡在心口上了。第3处是后脑勺和脖子根，如果打坐时觉得脑袋像带了个铁箍，昏昏沉沉，头皮发紧，那就是气冲到上面，被你乱七八糟的杂念给顶住了，下不来。遇到这些情况，你千万不要慌，也不要升起退缩的疑心，气走到那里堵住了，说明真气正在拼命帮你冲刷病灶。这时候你要学会帮他一把，教你们3个最实在的大白话法子。第一个法子，自己去揉，你觉得胸口闷或者肚子胀，你就把2只手搓热，顺住不舒服的地方慢慢推，慢慢揉，把那股死气给揉活了。第二个法子，用空心掌去拍，把你的手指头并拢，手心往里头拱起来，像手里虚握住一个鸡蛋一样，这叫空心掌。哪里堵得发痛发木，你就用空心掌轻轻的去拍打那里，拍一阵子，你会觉得手心里有一种黏糊糊沉甸甸的感觉。这时候你赶紧把手往外使劲甩一甩，在心里告诉自己，把这股邪气浊气全甩到地底下去。第3个法子是观想化解，佛法讲得很清楚，心念一转，气机就跟住转。你坐在那儿，在心里头想象你的头顶上有一股温温的清水，像瀑布一样慢慢往下浇，从头顶浇到脸上，顺住脖子流到胸口，一直流到肚脐眼下面。你的意念顺住这股水流往下走，气就跟住往下沉。原来堵在胸口和脑袋上的胀痛，一会儿就化开了。接住我要讲一个最危险最容易出大毛病的情况，你们竖起耳朵听好。你正在那里闭住眼睛打坐，心里刚刚有点清静了，这时候突然门外砰的一声巨响，或者家里老伴猛地推门进来大喊一声，再或者放在身边的手机突然炸响了，你本来安安静静的，猛地被吓了一大跳，心跳得像打鼓一样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个时候打死你都不能猛地睁开眼睛跳起来，千万不能动。为什么？
因为你在打坐入静的时候，全身的毛孔是张开的，气脉是放松的，没有任何防备。外面突然来一个巨大的惊吓，这股凶狠的惊吓之气会顺住你张开的毛孔，像锥子一样直接扎进你的五脏六腑，死死卡在你的心口或者胃里。你要是这时候猛地跳起来，这股邪气就被彻底锁在你身体里了。以后你只要一打坐，胸口就疼，甚至平时都会莫名其妙的心慌发抖。很多不懂规矩的人，就是因为被打坐时的惊吓搞坏了身体，成了久治不愈的老毛病。遇到突然受惊，正确的救命做法是什么？你老老实实闭住眼睛，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天塌下来的大事，你身体一点都不要动。你先把嘴里的一口口水咽下去，这口水就是定海神针。咽下去的同时，你把所有的注意力死死守在你的小腹上，你在心里对自己说，下去，沉下去，用意念把那股被吓得乱窜的气硬生生引回肚子里去。你就这么静静的做几分钟，等到你感觉心跳平稳了，胸口不发紧了，魂儿定住了，这时候你再慢慢的睁开眼睛，轻手轻脚的活动身体。这一招是关键时刻救命的。最后这堂课要讲的最要紧的一个规矩叫做收功。很多人以为打坐就是盘腿熬时间，时间一到，闹钟一响，腿一伸，爬起来就去干家务看电视了，这叫暴殄天物。这就好比你辛辛苦苦在厨房熬了几个时辰，熬出了一锅十全大补汤，结果出锅的时候你手一滑，全砸在地上了，白忙活一场。打坐也是一样，你在坐上把气机养足了，把它收进丹田里，这才算变成了你自己的寿命和福报。收功没做好，气血全散在外面，甚至因为你猛地起立伤了筋骨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一套严丝合缝的收功动作怎么做？照住我说的来。你准备结束打坐了，第一步，先不要睁眼，也不要松腿，你先把双手合在一起，用力的搓，搓的手心发烫，越烫越好。第二步，趁助手心发烫，把双手捂在你的两只眼睛上，让热气晕一晕眼球，然后用手掌搓你的脸，就像干洗脸一样，上下搓几十下，把脸上的气血搓匀，接住去揉你的耳朵，把两只耳朵揉得红彤彤热乎乎的。你们要晓得，耳朵上全是连住五脏六腑的窍穴，揉耳朵就是在给全身做按摩。第三步，用手去拍打你的肩膀、胳膊和后背，把刚才淤积的气给拍散。第四步，这步极其重要，你把盘住的双腿慢慢放开，不要急住站起来，双手用力去揉捏你的大腿、小腿和膝盖。因为你盘腿的时候，下半身的血脉流通是受阻的，你必须要耐下心来，揉个2-3分钟，感觉到腿脚不麻了，关节松开了。最后一步，慢慢的扶住膝盖站起来，不要猛起，在屋子里来回走动2-3分钟，把全身的关节彻底活动开。你要是觉得口渴，去喝一点温开水。记住，打完坐以后1个时辰之内，绝对不可以喝冰水，不可以碰凉水，不可以光住身子吹空调。这个时候你身体里的火刚点住，你一瓢冰水泼上去，寒毒直接进骨髓。这几个护道和收功的规矩没什么玄妙的，全是老祖宗几千年用肉身试出来的经验。你们只要老老实实照著做，就不会出任何偏差。这颗心安住了，
这身气脉护住了，你的好日子就真正在后头了。好了，今天啰啰嗦嗦跟你们讲了这么多，我晓得你们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，听过可能转头就忘了大半，没关系，我最后再给你们啰嗦一遍这几句话，这几条铁律，你们一定要刻在脑子里。你们要晓得，打坐修禅定绝对不是为了装神弄鬼，更不是去求什么神通飞天，它是为了把你这颗乱糟糟的心安顿下来，心定了，真气就足了，病就退了，家运就顺了，这就叫命由心转。你一坐下来，心里那5个捣蛋鬼犯困、翻旧账、生怨气、起疑心、瞎牵挂，肯定会跑出来闹。你千万别去跟他们打架，也别去硬压他们，你就像个看戏的旁观者，静静看住他们闹，你不理他，他自己觉得没意思，慢慢就散了。入门的法子，不管是盯住呼吸观想，还是嘴里老老实实念一句阿弥陀佛，选定了一个就死死咬住往下走，千万别今天换这个，明天换那个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你想找水，就得在一个地方插命往下挖，到处挖钱坑，你一辈子都喝不到一滴水。气机发动的时候，身体轻飘飘的，或者舒服的不想起，那是好现象，但别贪图。身上奇痒无比，冒臭汗，那是真气在帮你排几十年的毒，你的高兴。要是原来的老病灶，痛得像针扎一样，那是气在帮你打通淤堵，痛就是在消业障，千万别被吓得不敢做了。还有那几条保命的规矩，打死都别忘了。气堵在胸口，脑袋下不来，记得用空心掌去拍，或者用手心去揉。万一打坐的时候被外面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大跳，绝对不要猛地睁开眼睛，跳起来一定要闭住眼睛，咽一口口水，把气引回小腹里。下坐收功的时候，必须把双手搓热，搓脸，揉耳朵，好好揉捏大腿小腿，把气血彻底揉匀了，再慢慢站起来。好了，这套老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改命保命之法，我今天是毫无保留掰开了揉碎了，全交给你们了。佛法讲得很清楚，世间最大的布施不是你捐了多少钱，而是法布施。什么叫法布施？就是把能救人于水火，能让人开智慧的道理清清楚楚地传递出去。你想想看，你身边有多少老哥们、老姐妹，甚至你的晚辈亲戚，现在正苦在其中。他们夜里整宿睡不住，吃安眠药吃到精神恍惚，他们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天天跟家里人吵架，气出一身病。他们心里全是对未来的焦虑和恐惧，找不到一个依靠。他们不知道这颗心能转命，更不知道安安静静坐下来就能救命啊。如果你今天听懂了，觉得南师讲的这些大白话对你有那么一点点用处，我请你们不要光自己藏住噎住，你动动手指头，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亲戚朋友，发给那些你关心的人。我告诉你们，你这不是在凑热闹，你这是在救人一命，护人一运。你一个简单的转发，可能就让一个本来要被怨气憋出大病的人，忽然学会了把心放下，可能就让一个家里天天鸡飞狗跳的人，学会了平心静气，少造了一场恶业，挽救了一个家庭。这就是在替你自己，替你的子孙后代积大福啊！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，你帮别人拨开了眼前的迷雾，老天爷自然会帮你扫清脚下的障碍。因果报应就是这么实在。如果你觉得南老师今天讲的对你有帮助，
请你动动手指，给南老师点个赞，点个关注。这不是为了别的，是为了让这个善的种子传得更远，让更多受苦受累的人能看到。最后，我请你们每一位看到这里的朋友，都在评论区里留下一句祈福的善言。你可以写家宅和顺，福慧双修，或者写存善念，行善事，积福报。你们不要小看这几个字，我告诉你们，文字是有力量的，念头是有能量的。当1000个人、10000个人都在这里写下这句善言的时候，这千千万万人的善念汇聚在一起，形成的那个正能量磁场威力是不可思议的。你今天在这里写下这句祝福，发出这个善念，这个善的能量场就会反过来加持你，清清静静地回向到你自己和你的家人身上。